样条线建模2，一根样条线玩出一个模型。上节课为大家介绍了样条线的基本使用方法。其实样条线除了自身可以做模型外，还可以结合修改器生成更为复杂的模型。这一讲我们就让样条线与修改器结合，玩出一个模型来。1. 修改器，轻轻一点，效果极限。在讲解开始前，我们先搞懂什么是修改器。通俗点说，修改器类似于美颜软件中的滤镜，打开滤镜就可以实现美化的效果，去掉滤镜还是原来的样子。修改器位于命令面板的修改器列表中，有100多项技能。可别小看这些修改器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使用方法很简单，在选择的模型上添加需要的修改器就可以了。2. 车削修改器，2维瞬间变3维。车削原理，对于接触过机械加工的同学来说，车削这个词儿一定不陌生。沿样条线的某个轴向，将其旋转成3维模型的方法就是车削。修改器的使用方法，使用车削修改器只需3个步骤。第一步，我们需要在左或前视图中绘制出对象剖面的一半结构。绘制过程中，如果形状与观察的对象有差异，可以结合上一节课程中提到的方法，切换至顶点层进行样条线调整。然后你需要切换至样条线层级，使用轮廓工具生成封闭的平行线。第二步，为其添加车削修改器，回到所绘制截面图的总层级，注意是总层级哦，不是顶点层。在修改器列表中找到车削修改器进行添加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你会得到一个奇怪的模型。别担心，设置一下就好了。第3步，调整修改器参数。还记得车削的原理吗？沿轴心旋转出3维模型，电脑又不知道你要沿哪个轴，在哪个位置旋转截面，所以才会出错。此时细心的观察轴向，不难发现车削轴在线中央位置。这里我们根据情况使用对齐命令的最小或最大工具进行调整，这样一个模型就完成了。相信花盆、水杯、啤酒瓶对你来说就不成问题了。注意事项：如果模型为黑色或渲染时出现模型内翻，记得勾选翻转法线，调整法线方向就可以了。关于法线问题，我们会在后续课程中进行详细讨论。如果做的是器皿，剖面图的底部记得用开放的口，车削后使用焊接内核，才不会流动。好了，学会了车削修改器，理解挤出修改器和倒角修改器也就不难了。挤出修改器可以将样条线挤出为具有一定厚度的模型，倒角修改器则是在挤出修改器基础上做个倒角，让棱角不那么尖锐。3. 修改器还有一些小秘密。修改器有一个神奇功能，就是可以叠加，把各个功能叠在一起使用，生成新的效果。如果觉得添加的效果很土，不想要时，可以点击右键将其删除。当然，暂时关闭修改器也是不错的选择。这一讲为大家介绍了样条线如何与修改器结合，生成模型的方法。当然，修改器的功能不仅如此，你可以从 3D Max 的帮助文档中获得更多修改器的使用技巧。最后给大家留个小作业，
图上的效果该如何制作呢？如果你已经学会了今天的课程，就来展示一下身手吧。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